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由比特币协会主办的 Bitcoin SV 系列线上研讨会。本系列研讨会每周三晚上8点至9点举行，主题是比特币签名技术，共有4节课程。前2节课包括比特币的交易、密钥、椭圆曲线上点的运算等基础知识。第2节课会详细介绍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 ECDSA 的详细内容。第3节课会用代码演示如何使用比特币私钥对交易签名。最后1节课是使用比特币私钥对任意消息签名，以证明自己私钥的所有权。我是来自比特币协会的技术推广专家周全。本节课的主题是椭圆曲线上点的运算和比特币密钥，将详细介绍椭圆曲线以及椭圆曲线上点的加法和数乘运算。最后会介绍一些比特币的公钥和私钥的知识。本节课是后续课程的重要基础，主要面向对比特币签名细节感兴趣的听众，也欢迎其他的开发者。大家在听讲座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技术问题，可以在评论区提出，助教老师会进行问题的收集。我会在讲座结束后统一进行解答。最后，希望各位保持课堂秩序，不要讨论非技术相关的话题，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有所收获。本节课主要从4个方面介绍椭圆曲线运算的基本知识，会先介绍一些比特币交易的内容，然后引入数字签名的概念。第2部分会介绍椭圆曲线上点的运算的详细规则。第3部分会介绍比特币的私钥和公钥的知识。最后一个部分是代码的演示。整个系列课程我们会用 Python 代码，在不借助任何第三方依赖库的情况下，只使用标准的 Python 程序库来实现比特币交易比特币签名的所有的内容。第1个部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比特币里使用数字签名。一个常见的比特币的交易的结构就像图里画的这样最开头是一个4字节的版本号，然后是一个可变长的1到9字节的一个整数，标识出这个比特币交易里输入一共有多少个，然后紧接着是比如说有10个，然后紧接着就是这10个交易的输入，然后又是一个1到9字节的可变长的整数，标识出整个比特币交易里到底有多少个交易的输出比如说有20个输出，那后边紧接着跟着的就是20个具体的交易输出的内容，然后整个结构的最后一个4字节是一个叫 lock time 的一个字段。然后如果我们看一下比特币交易输入和输出的结构，可以看到这里边有2个非常重要的字段，一个字段是叫 script sig， 一个字段叫 script pub key。在输入的结构中有一个叫解锁脚本的字段，我们用 script sig 来表示。在输出的结构中有一个锁定脚本，我们用 script pub key 来表示。那这2个脚本具体是什么作用呢？我们说比特币是使用 UTXO 这样的一个结构，你可以把 UTXO 想象成一个纸币，对吧？输出一个 UTXO 就相当于输出一个 UTXO 就相当于在这个 UTXO 上要加上一把锁，这个锁就是输出的锁定脚本里的内容。然后之后你在需要花费这个 UTXO 的时候，也就是你要在你的输入的解锁脚本里放上之前那把锁的钥匙，也就是说输入的解锁脚本要可以打开你之前放置在这个 UTXO 上的锁。如果我们用更形式化或者更宽泛的一点语言来描述这个解锁脚本和锁定脚本的话，那就是在比特币的输出中，我们会用一个加密难题来锁定 UTXO。这个加密难题指定了今后在花费这个 UTXO 的时候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因为比特币的交易是链式的，你的一个交易的输入一定是之前某一笔交易的某一个输出，所以你在花费 UTXO 的时候，你在解锁脚本里边就是
我们可以说叫解锁脚本解决或者满足了之前放置在这个 UTXO 上的加密难题或条件，相当于是打开了你之前放置在这个 UTXO 上的锁。只有这样的话，你才可以花费这个 UTXO。这是比特币交易的一个设计，就是使用交易的脚本来控制谁可以花费比特币，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概念，也是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 UTXO 的结构是怎么样控制 UTXO 的流转的。有两个知识点，一个是交易的链条，第二个就是通过交易脚本来控制UTXO 的锁定和解锁。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把UTXO 上的锁理解成是一种加密难题，对吧？那我们就可以自定义这个加密难题，比如说我在锁定脚本里边，在交易的输出的锁定脚本里边，设置这样一个难题，求2+3等于几？然后我的锁定脚本就可以是OP2，然后 OP3、OP-ADD，然后最后是 OP-equal，这是一个就是类似于这是一个站的一个这是一个利用站来执行的一个脚本语言，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类似于逆波兰表达式的这样一种表示方式。如果我们在锁定脚本里放上这样的一个难题，那你可以直接在解锁脚本里边把2+3的答案放上，也就是5，对吧？我们可以在解锁脚本里面放上 OP5，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这个钥匙可以打开了这个锁，也就是我之前输出的这个UTXO，在之后我想花费的时候，我通过提供这个答案，提供这个钥匙来解锁这个 UTXO 上的锁，这样的话我才可以花费这笔钱。那比特币交易在验证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把解锁脚本和锁定脚本连在一起，拼接在一起，然后执行，按顺序来执行。如果最后执行的结果是真，并且在整个执行的过程中，脚本没有报错，那么我们就说整个这个验证的过程是通过的，也就是矿工会认为你的这把钥匙，你在输入的解锁脚本里的这个钥匙，满足了当时放在这个 UTXO 上的锁，能打开这个锁，解决了当时放在这个 UTXO 上的加密难题。然后我们还是按照这个2+3的这个例子，我们来过一遍整个这个执行的过程，对吧？验证就是把解锁脚本和锁定脚本连在一起执行，那整个要验证的脚本就是523，然后 OP-ADD 和 OP-equal。那第一步站是空的，然后执行到 OP5的时候，这是一个操作数，对吧？操作数直接就放到站里边，就直接入站，所以站的第一个元素，站底的这个元素就是5，然后走一步 OP2 同样也是一个操作数，所以站里边变成了5、2，然后同样的到 OP3，然后这时候站里边是5、2、3，然后再往后走到 ADD 的时候，加法的操作会从站顶弹出2个元素，也就是先弹出了3，再弹出一个2，然后并且把这个计算的结果3+2的结果是5，把这个计算的结果再压到站里去，所以这时候站变成了5和5。同样的，在做最后一个 equal 判断的时候，是从站里弹出2个元素，也就是弹出第一个5和弹出最后这一个5，然后判断它们是否相等。如果相等的话，就把真重新压到站里，如果不等，那就把假压到站里，对吧？真我们可以用1来表示，所以在做完这个 OP-equal 的时候，整个站里的结果是1，也就是真。所以整个这个脚本的验证，就是最终的结果是真，然后矿工就会认为你的这笔交易是合法的，对吧？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235的这样一个例子，来解释前面说到的这个什么叫放置在 UTXO 上的锁和怎么样打开这个之前放置的这个加密难题，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好，但是这个例子呢，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个加密难题是不通用的。你不能说我每次在做比特币转账的时候，对吧？每次在构造这个比特币交易的时候，都需要自己去想一个复杂的难题，因为235这个问题太简单了。然后我每次都要想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复杂的问题呢，只有我知道答案，但是你不能保证的是别人他不知道这个答案，可能在短时间内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内，别人不知道这个答案，但是你不能保证的是，可能过了1个月，别人也计算出了这个相应的答案。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脚本的模式，咱们例子中这个235这种难题的这种方式，
会存在一个被盗的风险，也就是别人可能会通过自己的计算来使用你的比特币，这相当于是一个被冒用的一个风险。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加密难题的模式，它并不通用，因为你的脚本模板是很随机的，因为你的加密难题是在你在设置加密难题之前，你是不知道加密难题具体的内容是什么的，所以你的脚本模板，你的锁定脚本的模板它是不通用的。这个脚本模板不通用，就会给钱包的集成带来非常大的问题，对吧？因为你不通用，所以它没法有一个统一的怎么说格式去没有一个统一的格式来设置你在转账时的这个转账时的这个锁定脚本。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种加密难题的方式呢，是与真实世界人的身份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对吧？你只是出了一道题放在了你这个输出的 UTXO 上，你这个难题跟你本身这个人，比如说我给张三给李四转一笔比特币，那张三应该在那那那张三在给李四的这笔交易的输出上，这个输出跟这个李四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只是这个题，我们说李四可以解出来，但是你也不能保证说王五他解不出来，对吧？所以我们说这种模式，它的这个脚本的这种模式，它与真实世界人的身份没有任何关联因为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引入了一个概念叫非对称加密和数字签名。这个非对称加密这个概念非常的常见，对吧？它是跟对称加密相呼应的。什么叫对称加密？对称加密就是你在加密一段数据和解密这段数据的过程中，都使用一个同样的一个密钥，因为加密和解密的这个密钥都是相同的，所以它叫对称加密。那什么叫非对称加密？那就是我在加密和解密的过程中使用的这个密钥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一对儿密钥，这个密钥它不一样，所以叫非对称，它是不对称的，所以它叫非对称的加密。然后有很多常见的这个非对称加密的算法，对吧？比如说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这个 RSA，你只要上网的话，你就会用到 RSA 这种非对称加密的算法，还有这个叫盖摩尔这种算法，这个是在PGP 里边会用到。还有就是 ECC，对吧？就是因为我们参加的都是这个比特币的课程，比特币里边用的就是 ECC 这种非对称的加密方法。好，然后我们说非对称加密里面有什么叫一对儿密钥成对儿出现，然后这一堆密钥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不能公开的这个密钥叫私钥，把这个能公开的这个密钥叫做公钥。公钥可以让任何人知道，从公钥是没有办法计算出私钥的，但是从私钥可以很简单的计算出公钥。所以我们说非对称加密的第一个特点叫一对儿密钥单向计算。当我们要做加密的时候，当别人想给你发送加密消息的时候，别人会用你的公钥把这段内容，把要发给你的这段密文加密，因为只有你有这个公钥对应的私钥，对吧？你的私钥是不公开的，所以只有你可以解密这个密文。也就是说，当需要加密的时候，我们是用公钥来对内容进行加密，然后你拿到了密文，你是用你自己这个私钥来解密这个密文，得到原来的内容。因为你的私钥是不公开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你自己有这个私钥，所以别人是看不到这个密文对应的明文，对应的原来的内容的。好，这是非对称加密的第一个应用。第二个应用就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私钥来对一段内容进行签名，然后任何人任何有你公钥的人都可以来验证这个签名是出自你的私钥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认可一段消息的内容，你可以用你的私钥对这段消息进行签名。任何张三李四他们有你的公钥，他都可以验证这段签名确实出自你这个私钥，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公钥是你的。如果验证通过了的话，那意味着说明你张三你认可这段消息的内容，或者李四的公钥，李四认可这段消息的内容。这是非对称加密的另一方面的应用，叫用私钥对一段消息对一个内容进行签名，我们用公钥来验证这样的签名。好，然后数字签名，我们说数字签名有很多的应用，为什么数字签名有这么广泛的应用？主要是因为数字签名有三个非常好的特性，然后常见的叫真实性、完整性和不可抵赖性。依次来说一下，什么叫真实、完整、不可抵赖？真实性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只有你能干，别人干不了，因为你的私钥是不泄露的，这是前提，对吧？如果张三拿着自己的私钥对一段消息进行签名，如果这个张三的私钥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张三没有泄露出自己的私钥，那这个签名别人是没法伪造的。
只有张三能计算出这个签名来，我们说这叫真实的。基于前面这段描述，我们也说这是不可抵赖的。当李四拿到了这个签名的时候，如果这个签名是张三的私钥签出来的，那这个签名别人是伪造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张三是不可抵赖，他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签名了，他已经计算了这样一个签名了，这是真实性和不可抵赖性。那完整性又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张三对一句话来进行签名，这句话叫"你好世界"，张三对这句话来签名。完整性的意思就是说，当别人来验证这个签名的时候，用张三的公钥，用得到最后的这个签名和这个"你好世界"这样的一个消息来验证的时候，如果"你好世界"这个消息它变了一个字，它变成了"你好啊世界"，对吧？变成了5个字，这样这个签名的验证是通过不了的。也就是说，数字签名能保证原数据，保证你签名那段消息这样的原来的这个数据的完整性。这个消息如果被改动了，在验证签名的时候是通过不了的。所以我们说数字签名是具有真实性、完整性、不可抵赖性这样非常好的特性来用在互联网，来用在当今的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的，比特币中就用到了这个非对称加密和数字签名这样一个特性。然后如果你想一下，每次我们生成一对儿这个非对称的密钥，比如公钥和私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公钥当成是一种身份的标识，对吧？因为你生成的这个公钥和别人生成的公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公钥当做是一种身份的标识。呃，意思就是说跟你这个真实世界的这个人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的公钥别人是生成不出来的，对吧？因为把这个公钥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公钥关联到这个锁定脚本里，就是说我们在做比特币交易的输出的时候，在输出的那个锁定脚本里边儿关联上收款人的公钥。那意思就是说，这把锁其实是跟收款人的身份是有关联的。然后我们如果在解锁脚本里边儿能提供正确的数字签名，基于刚才说的那些数字签名的一些特点和这个非对称加密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能提供正确的数字签名，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一定是掌握了这个公钥对应的私钥的那个人他才能提供正确的数字签名，对吧？如果别人不掌握这个私钥，他是提供不了这样正确的数字签名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作为证明和授权的手段，就是比如说张三给李四转一笔钱，对吧？他要在这笔交易的输出的锁定脚本里关联上李四的公钥。当李四要给王五付钱呢，用这笔交易的输出来给王五付这个比特币的时候，那李四他要在这笔交易输入的解锁脚本里提供跟他这个公钥对应私钥的签名。这样的话，他就能向矿工证明说啊，这是我的一个授权，对吧？因为只有我有这个私钥，我签名了，说明我认可这笔交易的行为。这就是我们说的啊，可以将公钥作为这个身份的标识放到这个锁定脚本里边儿，将这个解锁脚本中提供正确的数字签名作为证明和授权的手段，这就是这两句话这个背后的含义。然后我列了2个例子，对吧？我们在这个锁定脚本里面，可以用这样的加密难题，什么样的难题呢？就是收款人的公钥，然后是 OP check sig，就是说除非提供了这个公钥对应的私钥的正确的签名 check sig 就是验证签名，你可以这么理解，它是一个函数和是一个方法，也是一个操作码。就是除非你提供了这样正确的签名，能让 check sig 这个函数执行正确，不然的话你都不可以花费这样的一个 UTXO，就相当于这是加在这个 UTXO 上的加密难题。然后你如果想花费怎么办呢？那你必须在这个UTXO 在使用这个 UTXO 的输入的这个解锁脚本里边儿提供你正确的签名，就是第4行的这个叫收款人私钥的签名。那你在验证的时候会怎样？就是把收款人的签名放在第1个，然后第2个是公钥，第3个是 OP check sig，对吧？你这样的话执行这个脚本，就是把签名和公钥当成 check sig 的一个输入。这样的话，如果能让 check sig 返回真，那说明你的这个签名它的这个说明你的一个签名和你这个公钥是匹配的，那就说明你真的授权了，你也证明自己了，拥有这个公钥对应的私钥，对吧？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去花费这样的一个比特币，花费这些对应的这个 UTXO。好，然后我们强调一点，就是比特币中用的这个非对称加密算法叫 ECC，ECC 的全称叫椭圆曲线密码学。椭圆曲线密码学是基于椭圆曲线的这样
一个数学上概念的这么一种衍生出的这样一个密码学的概念。然后 SecP256K1 是什么呢？这是一条具体的椭圆曲线。我们要说，呃，椭圆曲线密码学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它可以基于不同的椭圆曲线来有不同的参数。然后比特币用的这个椭圆曲线密码学，就是比特币用的这个 ECC 这样一种非对称加密算法，对吧？它用的是哪一条曲线呢？是 SecP256K1这个标准定义的一条曲线，这个概念要弄清楚。好，然后下面我们就着重的开始重点内容就是什么是椭圆曲线，我们来讲一下椭圆曲线的概念。刚才我也讲了，我们这里边有非常多的这个异混概念，我们澄清一下。第一个是非对称加密算法和 RSA 啊、Egmont 还有 ECC。我们说非对称加密算法是一类算法的统称，它只要在加密解密的过程中使用的密钥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说这种算法是一种非对称算法，你可以这么理解，对吧？也根据它的定义来的。那 RSA、Egmont 和 ECC 呢，它们都是非对称加密算法，它们是一种具体的非对称加密算法，基于不同的难题，对吧？这是第一个异混概念。第二个是椭圆曲线密码学和椭圆曲线，这个刚才也说到了。什么叫椭圆曲线密码学？椭圆曲线是一个数学上的概念，它在数学上有一个难题叫离散对数难题，椭圆曲线密码学是基于离散对数难题的设计的一种密码学。所以我们说椭圆曲线密码学是基于椭圆曲线这样一个数学概念衍生出的一个密码学，密码学科。第三个是椭圆曲线和 SecP256K1，这个刚才也说到了，椭圆曲线有很多种，只要符合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函数，我们都可以管它叫椭圆曲线。SecP256K1 呢是椭圆曲线的一种，它有自己的各种不同参数的定义。然后我们比特币中呢使用的这个椭圆曲线椭圆曲线呢就是 SecP256K1 这样的一条椭圆曲线。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椭圆曲线。这个定义比较复杂，我们说一下，就是首先 x、y 都是实数，满足方程 y 的平方等于 x 三次方加 ax 加 b，同时要保证 4a 的立方减27b 方不等于0。这是一个数学上的定义，就是说，形如 y 方等于 x 三次方加 ax 加 b 这样形式的方程，当然它要满足一个判别式不等于0，满足这样的一个方程的曲线，我们管它叫椭圆曲线。同时，我们还定义了一个，就是这个集合并的这个最右边这个就是0。这个0是什么呢？这个0我们管它叫无穷原点。就是什么叫无穷原点？就是你可以想象在一张二维平面上有一个点，就是你可以想象，你可以在二维平面上想象一条直线，这条直线在无穷原点处终结了，这是不可能的，对吧？因为在二维平面上直线是无限延长的，对吧？所以说在二维平面上无穷原点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数学上的定义。为了这个椭圆曲线这个概念的完整性，我也把它列在这儿了，就是说满足前面这个集合的点集，并且包括无穷原点。无穷原点是用这个数字0来表示的，就是说这些点，就是首先是左边这个方程上的点，并且加上这个无穷原点，这所有的这个点构成的图像，我们管它叫椭圆曲线，比较数学的一个概念啊。然后我们举两个例子吧，就是下面这两张图，左右两张图都是椭圆曲线，它们的方程不同，对吧？左边是一条椭圆曲线，是 y 方等于 x 三次方减 x 加1。那这个椭圆曲线的它那个 a 就是-1，b 就是1，你可以带到判别式里看一下，它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它的图像就是红线这样，左边这个红线这样，然后右边这个图像是 y 方等于 x 三次方加7，那它的这个 a 就是0，小 a 就是0，b 就是7，同样的它也符合判别式的这个条件。它的图像就是类似于右边这个小一点的这个凸起的这样一个图像。这是一个数学上定义的椭圆曲线。就什么叫椭圆曲线？就是符合这个上面这个点集的的曲线，就是椭圆曲线啊。这是一个概念上的引入。第二个就是椭圆曲线上点是可以做加法运算的，这个有很多资料也都会讲到，就是说椭圆曲线上的点它怎么做加法运算。然后我们也提一下，就是你最常见的，我们看右边这张图，最常见的，比如说蓝色的点 P 和橘黄色的点 Q，对吧？P 和 Q 相加
得到点 r， 这个点 r 是怎么来的？就是过 P 和 Q 做一条直线，跟这个椭圆曲线相交于第三个点，我们把这第三个点叫负 r， 然后把这第三个点关于 x 轴翻一下，翻到下边来，就是做轴对称，然后就得到这个 r。然后这就是你在很多资料里都能看到的，说椭圆曲线上点怎么做加法运算，就是过直线，然后做翻转，就得到第三个点，对吧？然后为了我们后边好讲解，我们在这里边要把这个东西说的细一点，就是这个里边其实是有很多种情况的。比如说我图里画的这种情况是 P 和 Q 就 P 和 Q 过 P 和 Q 的一条直线跟椭圆曲线有第三个交点，对吧？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 P 是无穷原点，第一行 P 是无穷原点，或者 Q 是无穷原点，相当于怎么说就是P 加 Q 就相当于是 P 和无穷原点的和，那应该得到什么？或者说 Q 点和无穷原点的这个加法应该得到什么？这个要根据定义来，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 P 和 Q 都是关于 x 轴对称的，那就是过这条直线，过 PQ 这条直线跟这个椭圆曲线没有第三个交点，对吧？因为它是跟 x 轴垂直了嘛，相当于过 PQ 的直线跟 x 轴垂直了，那跟这个椭圆曲线没有第三个交点，那这种情况又怎么办？那根据定义来说，这种情况我们把 P 和 Q 这个点的加法的结果就认为它是无穷原点。好，这个后边会说。然后第三个情况就是我图里画的这种情况，就是直线 PQ 与曲线还有另外一个交点，就是这个负 r， 这种情况就做翻转就好了。最后一个就是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如果 Q 点一直往 P 点逼近，顺着这个椭圆曲线一直往 P 点逼近，最后 Q 点和 P 点重合了，那这个时候会怎么办？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想象一下这个过程，就是最后这条直线就跟这个椭圆曲线相切了，对吧？然后不管是第二种情况还是第四种情况，因为你这是二维坐标系嘛，你这个椭圆曲线的方程是有的，然后你这个直线有两个点，对吧 ？P 和 Q 这两个点都是已知的，过两个点做一条直线，这个直线的方程也是确定的，那你就可以求出这个负 r，这个点负 r，的坐标，然后把它翻一下，就可以得到点 r 的这个坐标，对吧？这是很容易想象到的一个东西，方程很复杂，我们不细说了，因为什么斜率啊、直线斜率这那的，你都可以用你初中的这个数学知识来求解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为了后面的讲解方面来引入的一个加法运算的细节。第二个，什么叫椭圆曲线上点的数乘运算？我们有了这个点的加法运算，那我们就可以定义这个数乘。就比如说，看最下面这个字，就是比如说两个点 G 相加，那我们可以认为是2G，对吧？就是这个很好理解，2+2等于4，那就是两个2相乘嘛。就是两个2相加就是4，对吧？就是点 G 和点 G 相加，我们可以把它简写成2G，就是这是2就是数，G 就是点，那点的数乘运算讲的就是这张怎么算？就是这张图来表达。你看最左上角那个蓝色的点 G，那如果是 G 和 G 相加，什么意思？就是前面第一张上面那张图说的这两个点重合了，那相当于说过点 G 做这个椭圆曲线的切线，往右边这条蓝色的切线，对吧？跟椭圆曲线红色的线相交了一个点，这个点是负2G，对吧？然后把它跟 x 轴翻转，得到2G。同样的，如果你是过2G 做这个椭圆曲线的切线，那你跟椭圆曲线的交点就又回到左上，那就是负4G，再翻到下边来，那就是4G。同理，你能得到8G，对吧？这就是从椭圆曲线上点的加法运算衍生出来的一个运算，叫数乘运算。就有2G 等于 G 加 G，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加法的一个衍生。这个我们也讲一下，因为后面会有详细的说明。好，在开始重磅的内容之前，我们要引入一些基础的知识，不然你后面会听不懂。第一个是什么叫模运算？这个如果你是程序员，或者是你有计算机相关的背景知识的话，你都会比较好理解。我们说，如果整数 a 除以整数 b 的余数是 r，这个很好理解，对吧？比如说5除以3，余数5除以3，结果是1余2。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式子来表达它，就是 a 模 mod 就是等于模运算 a 模 b 等于 r 是 a 除以 b 的余数，就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你就带几个数，就是比如说5模12是什么？就是5，对吧？因为5除以12得0，余数是5，就是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然后这里边我们要讲一下，就是负5模12等于什么？你可以，就你不太好想负5模12，
你可以把模运算想象成这样一个圆盘，然后模多少，比如说模12，那这个盘上就12个刻度。你如果是5模12，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指针最开始是指在0上，对吧？右边这张图，你5的话，如果是5模12，那就是指针往右走5格，然后它模12，就是它模12的结果。那就你指针往右走5格，那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5，对吧？如果是负5模12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针往左走5格，那它往左走5格是走到哪儿？走到7点这个位置，对吧？所以负5模12的结果是7。那这就是一个定义上的就是一个模运算的一些定义。然后为了你好理解，我们可以想象有这么一个表盘在这个脑海里啊，这是模运算，这是第一个要讲的。然后模运算有一些很好的性质，就是一些我们也在这里说一下，因为后面的很多推导都会用到。第一个是两个数的和模 c，a 加 b 模 c，我们可以先把 a 模 c，再把 b 模 c，把这两个结果加一块再模 c，它们的结果是相等的。你可以想象一下，相当于说 a 加 b 这个整个这个和模 c，我可以把这个模 c 运算拿到这个括号里去，然后它们的和最后模 c。好，然后第二个就是 a 乘 b 模 c，那一样的，我可以把模 c 拿到这个括号里去算，就是 a 模 c 和 b 模 c 的积，然后最后结果再模 c。然后最后一个是乘方运算，就是 a 分之 b 方模 c，我可以把底数模 c，然后 b 方，然后最后的结果再模 c。就是模运算的3个性质。这个因为我们后面要用到，我们在后面在推导的时候会用到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在这里把这3个性质给它列出来。好，有了这个模运算，我们就可以定义下一种这个概念，叫同余。什么意思呢？很好理解，就是如果我们说整数 a 和 b，它除以正整数 n 所得的余数相同，也就是如果我们用前面模运算来表达的话，就是 a 模 n 和 b 模 n 它的结果相等，对吧？那我们就说 a 和 b 关于模 n 同余，然后我们用一个符号来表示，就是3横来表示，第二行右边这个就是 a 3横 b，然后括号模 n，什么意思呢？就是 a 和 b 关于模 n 同余，这个3横是同余的意思，就表明这两个数在模这个n 的时候，它们的余数是相同的，就是这个简单的意思，叫同余嘛。好，然后就是我们有了这个同余的概念，第3行这是它的一个性质，就是如果 k 是一个整数，如果 a、b 关于模 n 同余的话，那么 ak 和 bk 也是关于模 n 同余的，这个很好理解。我们举个例子就行，比如说2和8关于模6是同余的，那什么意思？就是2模6是几？是2，对吧？8模6是几？也是2，对吧？8除6等于1与2，所以2和8关于6是同余的。那你把它两边都放大3倍，那就是6和24关于模6也是同余的，对吧？6模6是0嘛，24，4、6、24，它也能除得尽，所以6和24也关于模6是同余的，就是一个放大缩小的关系这叫同余，这是一个概念。好，有了这个同余，我们再讲一下有限域是什么东西。这个概念就复杂一些，我们就隐去一些数学上的这个严格定义的细节，因为我们只是为了写程序方便，对吧？但是也不得不了解这个东西。什么叫有限域？这根据字面来理解，有限域叫有限元素的集合，当然它还有其他的限制，我们这里就不细说了，你就把它理解成是有限元素的一个集合。那比如说我们所有的整数模7，你想一下，所有的整数模7有几种结果？只可能有7种结果，对吧？所有的整数模7，要么是除尽了得0，对吧？要么模1，要么余1、余2、余3，一直余到6，它不可能余7，对吧？所以整数模7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有限域，它只有7种结果。有限域还有其他的限制，我强调了，就是说其他的限制我们在这个里面是不考虑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有限域这样一个概念给它引出来。好，为什么要引出有限域？是因为我们要说什么叫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我们开始说的椭圆曲线是 x、y 都是实数，对吧？它的曲线是连续的，因为它是实数嘛，所以它的曲线是连续的。那什么叫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呢？这意思就是说 x、y 都只能取整数了，它的图像不再连续了。我们用一个这个式子来表达，就是 y 方这应该是同余符号是吧 y 方和 x3次方加 ax 加 b， 就是 y 方和 x3次方加 ax 加 b， 它俩关于模 p 是同余的。这个符号不对，这应该是3横哈。我们说这条曲线我们叫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对吧？因为模 p 了，你看就像我前面那一页说的那一样，
你可以想象整数模一个数之后，它的结果是有限的，是有限个数的整数，对吧？对椭圆曲线来说也是一样，你可以想象说，原来它是一个连续的一个曲线，但是因为有这个模 P 运算的存在，所以导致它整个这个图像就变得不连续了，对吧？它只能是整数点了嘛。好，然后不好理解，对吧？举个例子，比如说 y 方和 x3这条椭圆曲线，好像不念了，就是这条椭圆曲线，当 p等于19的时候是这个图像，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图像是什么样的啊？这都是离散的点，对吧？等于97的时候，它的图像是这样的；等于127的时候，它的图像是这样；等于487的时候，它的图像是这样，对吧？它都是一系列这个离散的点，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它模 P 的这个运算的存在，让这个点都变得让整个图像就不连续了。这是一个什么叫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啊？这样就不太好理解。数学概念怎么不会去死抠这个数学概念，只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大概的理解。啊，什么叫有限域上的直线？这个也是用图来说话。就是最开始我们说什么叫直线，实数直线就是 ax 加 by 加 c等于0，对吧？那就是我们常规理解的一条线。那有限域上的直线，因为两边都要磨 P 嘛，就是第二行这个，因为两边都要磨 P，所以它这个直线就会错开了，对吧？就像图中画的一样，就会错开。这是第一点。首先你要理解它有这个错开的这样一个概念。第二点就是它不再连续，它也不再连续了。虽然图中画的这个黄色的这个线是连续的哈，但是你要注意，它其实也是不连续的，它也是一系列散点的集合，它也是一系列的散点，对吧？离散的点。好，我们说这叫有限域上的直线。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椭圆曲线上点的加法运算是什么？比如说 P 加 Q， 求 P 加 Q 是过点 P 和过点 Q 做一条直线，跟这个椭圆曲线相当于第三个点，对吧？那个时候你很好理解，因为图像是连续的，很直观。那如果是如果是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那怎么做点的加法？同样的，那你这个时候也是过点 P 和过点 Q 做一个有限域上的直线，就像图中这样，对吧？做这条黄线，然后跟这个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相交于一个点，其实就是这个点，这个点叫负 r，我现在鼠标的这个点叫负 r，然后同样的做翻转啊，翻转到这个点就是 r，这个就是你不太好想象的一个东西，我们用图来演示啊。这右边这条黄线它的方程是这样的，是 y 等于 4x 加83模127啊。数学概念我们不多说了。然后我们说这么多东西，是为了引出两个最后的这个结论。这个公式推导我们不会在这个课里面去说，对吧？怎么算直线的斜率啊？怎么算两个曲线是不是相交啊？这个东西不是计算机课应该讲的东西。好，我们最后引出两个结论。第一个叫有限域椭圆曲线上点的代数加法。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什么过两个点呀，做一条直线，跟曲线交第三个点，然后翻转一下，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逻辑上，你自己在计算的时候，画图计算的时候你怎么算，对吧？但是你需要让计算机能算这个东西，因为你要用计算机写程序来做这样一些复杂的操作，你必须要用计算机能理解的东西来算这个 P 加 Q 的点，对吧？所以我们需要有代数的加法，就是算什么加减乘除这样，我们管这个叫代数的加法，你得告诉计算机怎么算，对吧？那结论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已知点 P 和点 Q，我们要求 R 是 P 和点 Q 的点集。那下面这个图就是结论，比如说当 P 等于负 Q 的时候怎么样？P 等于负 Q 的意思就是说 P 和 Q 关于上下是对称的，那说明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过这条线其实是跟 x 轴垂直的，对吧？然后我们根据定义这样的两个点的和，它的结果是无穷原点，我们叫理想点啊。所以 P 加 Q 的结果跟定义来它是0，这是第一。第二点，当 P 不等于负 Q 的时候，那我们有两个方程 x 等于这个东西 ，y 等于这个东西啊。这个 m 是下面的，就是 m 是一个你算出来的值，把这个 m 带到这个式子里，就能求出一个 xy，对吧？然后这个 xy 是什么？就是最后跟 r 是有关系 ，r 的这个坐标就是 x 模 p 负 y 模 p。这个 p 是什么东西？就是你椭圆曲线的那个离散叫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最后模的那个东西叫模 p，对吧？你这样这个地方求出来的 xy 能得到最后的这个 r 点的坐标，你看到了这个 xy 其实是负 r 点的坐标，你最后要翻一下。所以是负 y 模 p， 对吧？你这个叫做了一次翻转得到了 r。好，然后这个 m 怎么求呢？没有说对吧？我们刚看到这儿，这个 m 怎么求呢？这 m 有两种情况，p 等于 q 的时候 m 是什么东西
p 不等于 q 的时候 m 是什么东西，p 等于 q 的时候 m 是什么东西，对吧？有了这样一个完备的这样一个表达，就相当于说你可以通过写程序，通过加减减，对吧？通过求模运算来给你两个点的坐标，你能求出这条曲线上的点 R。我们说这叫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的代数加法。就是这张图，我们待会儿写程序就是来实现这张图里的这样一个算法。这个算法是怎么来的？我们不会细说，对吧？好，第三个，最后一个有限域椭圆曲线上点的数乘运算。因为比如你假设我们刚才这个加法的代数运算，你实现了一个方法，实现出了一个函数，那我现在要求 141p， 那你怎么算？很简单，对吧？你调用140次代数加法运算的那个函数就行了，对吧？调用一次是，你比如说 p 加 p， 对吧？就得到了2p， 这叫调用了一次。你再把2p 传进去，再加一个 p， 算2p 加 p， 那就是 3p， 对吧？你再放一个，你再调用一次这个代数加法运算的这个函数，那就是得到了4p。你只要调用140次，那就得到了141p，对吧？你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这样的方法呢，可以做到，但是效率很低，对吧？你现在就141p，那这个141这个值很小，你就要做140次这个函数调用。那你这比如说我要算10000或者算10亿，这样大的数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种方法来改进，这个方法叫倍乘法，用到了一个叫二进制的一个想法。好，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看，就是141，这是10进制的表示，你把它看成二进制的表示的话，就是右边这一串，右边这串就是1000111101，对吧？那什么意思？就是说141p，我可以用右边这个式子来表达，就是2的7次方 p 加上2的3次方 p 加2的平方 p 加2的0次方 p，可以用这4个点来求和，得到最后的结果。然后那我们改进后的计算过程是什么样的？先计算2p，也就是2的1次方 p，对吧？就是两个点 p 的和的加法，求出来得到了2p。好，OK，有2p 之后，那我们第二步不要算3p，我们算4p，就是有了，你不是第一步算出了2p 的点的坐标了吗？你把这个2p 的点的坐标再扔到那个代数加法的那个函数里，那你就得到了什么？得到了4p 这个点的坐标，对吧？也就是2的平方 p 这个点的坐标。同样的，你又得到3次方的，然后你做7次，这是1次，对吧？这是2次，这是3，你做7次，你就得到了2的7次方 p 这个点的坐标。你这前面做了多少次加法？一共是7次加法，对吧？你这每次就加1次嘛，你这一共做了7次加法。那最后你把这个在你这个式子里的这些项你把它加起来，那就是你把这2的7次方 p 加上2的3次方 p， 把这些加起来，这是几次加法运算？这是1次、2次、3次，对吧？所以你总共做了几次？你总共就做了10次加法运算，对吧？相当于你上一次这个暴力的这个140次，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改进，并且随着你这个前面这个系数的，我们说叫系数吧，我们随着你这个系数的增加，你的这个算法效率会越来越高，比你这个暴力的这个算法的效率会越来越高。我们管这个方法叫倍乘法这个不同的翻译不一样，有的资料里面管它叫倍乘法。这个我们后面也用代码实现，我们就会采用这种倍乘法来做这个数乘运算。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SecP256K1 这条曲线，因为我们前面你注意理一下这个整个这个思路。我们开始讲的是什么叫椭圆曲线，然后我们讲的是什么叫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对吧？我们讲椭圆曲线的时候，我们讲了椭圆曲线上点的加法和数乘运算，对吧？是我们通过画图来的。好，我们在讲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有限域的这个概念，让整个这个图像的不连续了，它不太好理解，对吧？然后我们是这样一路顺过来的。那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有很多种，然后我们比特币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 SecP256K1 这条曲线，这是一条具体的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因为我们后面的课程都会用这条曲线，所以我们这里单独的把它说一下。好，说一下什么叫 SecP256K1 这条线。这条曲线它有一些定义参数什么的，你可以去查资料。然后重点的我们列一下。第一，它的方程是什么样的？是 y 等于 x3次方加7摩 p， 对吧？这是同余注意这个同余，它是摩 p，这就是 SecP256K1 的方程。这个曲线中的摩 p 是 p 这个值是多少呢？是下面这一大串，是2的256次方减2的32次方减，一直减到2的0次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对吧？而且结果是这个数还是一个质数。什么是质数？质数就是除了1和它本身没有其他的因素，就是比如说3就是一个质数，对吧？5就是一个质数，只有1乘5得5嘛。
4就不是22的4，对吧？这是基础概念哈。好，这个就方程我们确定了，对吧？方程是什么？然后这个模 P 这个 P 值是多少？我们确定了。还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叫生成点。什么叫生成点呢？我们结论是这样的：生成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椭圆曲线上，这个离散域上的椭圆曲线，对吧？这个离散域上的椭圆曲线上的所有的点，都可以通过生成点来得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一个 G，两个 G，就是 G 加 G，然后三个 G，就是你这个椭圆曲线的所有的点都可以通过跟生成点的数乘运算来得到。你体会一下这个概念，它为什么叫生成点？是因为通过对生成点的数乘运算，就是1G、2G、3G、4G 这样的数乘运算，能得到这个椭圆曲线上的所有的点，所以把这个点叫生成点。然后这个点是一个固定的点，是椭圆曲线的一个，你可以理解为是它一个属性。然后 Sec_P256K1 它也有这样一个生成点，我们用大 G 来表示这个点的坐标是固定的，我们没有写在这一页 PPT 里。好，最后一个什么叫椭圆曲线的阶？我们用小 n 来表示。这个阶这个翻译不太好理解，你就这么理解。这条椭圆曲线上的点的个数，我们管它叫阶。那就是说，Sec_P256K1 这条曲线它一共有 n 个点，这就好理解了，对吧？它点的个数就是阶，那就是说，它如果这个阶我们用小 n 来表达的话，那就是这个曲线上它一共有 n 个点。好，你要注意一点，我们在最开始说椭圆曲线的定义的时候，除了满足方程和判别式的点集之外，还包括了无穷远点，对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个 n 它其实是有 n-1个曲线上的点和无穷远点构成的，你不要把无穷远点忘了。也就是说，真正的你在二维图像上画出来的那个点的个数其实是 n-1，因为你定义里还有一个点是无穷远点，你不要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好，这个我们强调一下 Sec_P256K1。然后这个因为在后边的推导中会用到，所以我们也讲一下，就是这条椭圆曲线上的点的运算性质。这个证明我们不说了，就是直接把结论放出来。就是 这是什么交换率和结合率嘛，对吧？就是小 a g 就是这是一个数乘运算，对吧？小 a 我们是一个整数，那 g 是一个点，然后小 a g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一个点，对吧？然后 b g 那它 b 是一个整数，大 G 是生成点，那 BG 相当于是一个数乘运算得到的结果也是一个点，是曲线上的一个点，对吧？我们说过，生成点的数乘运算的结果都在曲线上，所以 AG 加 BG 是什么？是两个点的加法运算，对吧？然后把这两个换个位置，就是你用 A 点，你用 AG 这个点加上 BG 这个点，和用 BG 这个点加上 AG 这个点，你要注意，就是2+3等于3+2，是因为它满足交换率，就是你把谁放在左边，放在这个操作符的左边，它都能得到相同的结果。但有的运算它不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就是Sec_P256K1 这条曲线上的加法运算，它是符合交换率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顺序换过来，就是 AG 加 BG 和 BG 加 AG 它的结果是一样的，并且它可以结合，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A 加 B 把它提出来，就是你先算 AG 这个点，再算 BG 这个点，再算这两个点的和，得到了第三个点，对吧？和先算 A 加 B 等于几，再把这个 A 加 B 的结果和这个生成点 G 做运算，这个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椭圆曲线上的这个点的加法满足交换率和结合率，这个一定要注意，不是所有的曲线或者说不是所有的运算都符合这个性质的。第二个就是 A 倍的 BG 和 B 倍的 AG 它是一样的，并且也可以把 AB 提出来。那同样的 BG 是什么？小 bg 小 b 是一个整数嘛，G 是生成点，那小 bg 是什么？是一个椭圆曲线上的点，对吧？对这个点再做 A 次的这个数乘运算，和我对 AG 这个点做 B 次的这个数乘运算，和对生成点做 AB 次的这个数乘运算，它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两个特性，你就是怎么说，非常好用的两个特性，你就记住它就完了，它在后面的很多推导中都会用到。这是Sec_P256K1 这条曲线的一个特性。好，我们讲完了这些看似跟比特币无关的东西，最后我们引入一下，就是比特币的私钥和公钥到底是什么东西。好，我们说比特币的私钥小 k 是一个随机选取的整数，范围是0到 n，就是开区间0到 n，就是它最小是1，最大是 n-1，对吧？你要注意这个 n 是什么
n 是 sec_p256k1 这条曲线的阶，也就是说，你这个 k 的取值最小是1，最大是 n-1，也就是说你不能超过这个曲线上点的个数。啊，为什么要这么限制？你可以往下看。第二条就是比特币的公钥，我们用大 K 表示，它是什么？它是 sec_p256k1 上的一个点。你要注意公钥的含义，公钥的实质，它是曲线上椭圆曲线上的一个点。这个点怎么来的呢？这个点是用小 k 用私钥和大 G 这个生成点的数纯运算得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限制这个私钥小 k 的范围要大于0，小于 n，对吧？因为你这一条曲线上只有 n-1个点嘛，你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一下。好，我们说私钥，私钥是什么？私钥是一个整数，是一个比较大的整数，对吧 ？n 的值是很大的。公钥是什么？公钥的含义是一个曲线上的一个点。然后，什么叫离散对数难题呢？就我们也带一嘴，就是通过小 k 来求大 K 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都有公式了，对吧？你怎么算数纯运算，就是小 k 乘以 g 就能得到大 K，这是很简单的。然后从大 K 求小 k，就是你已知公钥来求这个私钥是做不到的。什么叫做不到呢？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你只能通过不断的尝试来做，只能通过暴力的便利，就是你算一下1G 是不是大 K，再算一下2G 是不是大 K，如果不是，那就算一下3G 是不是大 K，你只能通过1、2、3、4这样不断的尝试来算，你没有一个公式，或者说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能通过公钥反推出私钥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很多文章中都能看到的，叫离散对数难题。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常说比特币的私钥来计算公钥很简单，对吧？为什么从公钥往私钥，对，从公钥往反推私钥非常难，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因为你从大 K 往小 K 推是几乎不可能的。啊，这是数学难题保证啊，这也是椭圆曲线密码学的这个怎么说基础吧？因为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安全性可言嘛。好，最后我们是一段演示。我们说了，就是整个课程会使用 Python，这个语言，在不使用任何这个第三方代码库的情况下，就是相当于是你要从头实现一个比特币签名的这样所有的功能，对吧？我把这个字调大一点。哦，把这个字调大一点。现在能看到了哈。好，我们先来讲一下整个这堂课，我们主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怎么样让计算机来做椭圆曲线上点的运算。点的运算就两种，第一种叫点的加法运算，第二种叫点的数乘运算，对吧？我们怎么样能用计算机来写代码来实现这两种运算？好，然后我们就讲了很多这个背景知识，是吧？我们通过代码来过一遍。前两行我们先忽略一下哈，是什么引入？第一个collections 是 Python 的一个标准库，是什么集合。然后第二行是我们待会儿会详细说一下。第一句话这个定义这个椭圆曲线是吧？定义这个椭圆曲线有名字呀，什么 p 的值是多少？ab 是什么？ab 是方程里的东西啊x 三次方加 ax 加 b 嘛。然后 g 是什么？g 是生成点，就是那个大 G 啊，这里用小写的表示就是生成点。然后 n 是什么？n 是椭圆曲线的阶，就是椭圆曲线上点的个数。这个小 h 是什么？我们就不说了，你如果感兴趣就可以看相关的资料。然后我们定义了一个曲线叫 curve，对吧？名字是 sec_p256k1，然后这些参数呢都是固定的，你可以从任何资料里查到。比如说它的 p 值是多少，就是刚才我说的是2的什么256次方减多少减多少，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16进制。然后 a 是0，对吧？因为你的这个方程是 x 三次方加7嘛，所以那个 ax 那一项就没有了，所以 a 是0，b 是7，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然后 g 是什么？g 是生成点，它的坐标是固定的，它的g 是生成点，注意听，g 是生成点，点是有坐标的，坐标是 x、y 两个东西，所以 g 这是它的 x 轴的坐标，这是它的 y 轴的坐标，好，你要注意。然后 n 是什么？n 是椭圆曲线上点的个数，这个 sec_p256k1这条曲线上有这么多点。你要注意，它还包括了一个无穷原点。好，这就是一些简单的定义，对吧？我们可以实现一个基础的方法来判断某一个点是不是在曲线上，这个很简单，对吧？首先你判断，如果这个点是无穷原点，我们用 none 来表示无穷原点啊。如果它是无穷原点，那就对，根据定义嘛，椭圆曲线上是包括无穷原点的，所以我直接返回 true 了。none 代表了无穷原点哈。然后我们把这个 x y 轴，把这个点的 x y 坐标取出来，然后带到这个方程里，对吧 ？y 的平方，左边是 y 的平方嘛，右边是 x 三次方加 ax 加 b，然后你把这个右边全挪到左边来，那你最后的结果应该是0，对吧？你不要忘了有个磨 p 的存在。
如果这个等于0，那就说明这个点在曲线上；如果不等于0，那说明这个点不在曲线上，对吧？可以实现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第二个，我们怎么求 negative，就是求，比如说给你一个点 P，你怎么求负 point，就是怎么翻到下边来，对吧？就刚才图里说的。首先，我们这两个那个断言就是怎么说？看一下，也就是你保证一下这个点在你必须这个点必须在曲线上，你才能翻，对吧？开始进来的这个 point，你要保证它在曲线上，最后你算出来这个 result，你要保证它在曲线上。你怎么翻呢？如果它是无穷原点，无穷原点的负无穷原点还是本身，你还返回 none，我们用 none 是表示无穷原点的。第二个，你取出它的坐标，那翻一下 x 轴坐标是不变的，对吧？y 轴变成负 y，上面是 y 嘛，你下面就是负 y，对吧？然后因为你是有限于你永远不要忘了那个模 p 的存在，所以你翻了，你做了运算，翻一下就要模 p，这就是比如说给你一个 point，你这样得到的结果就是负 point。好，这也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方法，也很好理解，对吧？必须要实现的。好，下面是重点内容，怎么做这个加法运算？给你一个点 P，给你一个点 Q，你要返回一个点 R，对吧？同时，这个点 R 是这个就是二维的就是两个数的元组表示的。同时，如果同时你的这个 P 和 Q 的结果有可能是无穷原点，所以你可能返回 none。同样的，你两个断言要求 P 和 Q 都在这个曲线上。这就是开始我们那张图里详细说的。找一下那个图啊。如呃呃，不在这个。如果 P 是无穷原点，对吧？无穷原点和 Q 相加还是无穷原点还是 Q，这是定义。好，我们直接返回。同理，如果 Q 是无穷原点，那 P 和无穷原点的和还是 P，那你直接返回 P。如果 P 等于负 Q，那就是这个情况了。P 等于负 Q，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负 Q 是什么？负 Q 你上面不是已经实现了这个negative 这个方法吗？你把 Q 扔进去这不就是负 Q 了吗？对吧？如果你 P 等于负 Q，那相当于是 PQ 是关于这个轴对称的，对吧？那就相当于P 加 Q 就是无穷原点了，因为没有其他交点了，对吧？这也是定义里的一部分，直接返回到。好，然后 P 不等于负 Q，那就是下面这一大段公式的这一大段公式表达的内容，对吧？P 不等于负 Q，你怎么算呀？这里 M，因为你不是 P 不等于负 Q 的时候，你 X 等于这个式子，Y 等于这个式子嘛？这个里面不是有 M 吗？你 M 也是有两种情况的嘛，对吧？好，所以我们这里就算出来 M 的两种情况在这儿，对吧？这是算出来这个XY 就是这个 XY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X 和这个 Y，这个 X 和这个 Y，OK。然后你的最后这个 R 是什么？是 X 和负 Y 模 P，就是这个东西，对吧？X 模 P 负 Y 模 P，这就是点 R，对吧？result 就是点 R，然后你要保证这个点 R，你这个点 R 一定在曲线上的，对吧？但是你这个断言就是你在这加个断言，要保证这个 result 也在这个曲线上，最后把这个 result 给返回了。这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张图里的点的代数加法怎么做？就告诉计算机该怎么做。好，这里我们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叫 modular multiplicative inverse 是什么玩意儿？就是我们这里因为细节我们没有讲到，这里先简单说一下，就是你在求这个 M 的时候，你注意 yp 减 yq 这个值是这个值，然后乘以 xp 减 xq 的负一，负一是什么？负一就是分数嘛，对吧？相当于是左边这个是 xp 减 xq 分至 yp 减 yq，对吧？这个然后把整个模 p 就是分数模 p 了。你刚才我们说模运算都是整数，对吧？这个分数模 p 怎么算？这个怎么算？我们在第二堂课也会用代码来实现，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怎么算。然后这里我们因为课的时间有限，我们这里直接就用了就是这么算。这个第二节课会细说这就是加法运算的一个细节。好，然后这个数乘运算，给它一个小数 k，对吧？给你一个点，你给我返回一个点或者是无穷原点同样的断言哈，这个点 P 点 point 要在曲线上。然后如果小 k 这个 n 是0，或者point 或者这个全部点是 none，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是算一个整数和无穷原点的数乘，那你永远是无穷原点，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算数字0和某一个点的这个结果，那也是无穷原点这是特殊条件。第二个，如果 k 小于0怎么办？k 小于0，那就是 k 乘以 point 和
负 k 乘以负 point 是一样的，那就是呃因为你这个就是相当于你再调用一遍这个数绳这个方法，就是你求 k 乘以 point 和你求负 k 乘以这个负 point 是一样的，对吧？那你就是因为怎么表达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加负点，就是我只能说我有2个点相加，对吧？我不能说我有负2个点相加，这没法算嘛。我这个数神运算其实也是在做加法嘛，对吧？其实它是通过调用加法运算来的，你不能让我求负2个点的加法运算，对吧？所以我要把它变成负的，就是负 k 次，对吧？其实是一种变换嘛。好，细节不说了，就是相当于你是又递归了一下，递归了一层，对吧？求负 k 个负点的负 point 这个点，负 point 这个点的这个和，对吧？那负 point 就这玩意儿，对吧？上面说到了，然后这一大段就是我们开始说的倍乘法是怎么改进这个计算速度的不细说了，就是倍乘法，就是我框住的这一段最后你得到的这个结果就是k point 的这个结果保证它在曲线上，最后就返回这个 k point。这就是很简单，就是几个基础方法，我们通过刚才的这样一些讲解和直接的一些结论，然后给出的。好，然后写一个简单的测试用例吧，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整数，对吧？这个整数我们把它打出来是多少？然后倍乘法，这个 a 乘以曲线的生成点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它看成私钥的话，如果这个首先我告诉你这个私钥在这个0到 n 的范围内哈，就是这是私钥的，如果小 a 是私钥的话，那这个私钥乘以生成点是什么？是这个私钥对应的公钥，对吧？我们说公钥是曲线上的一个点嘛。好，那这个 AG 就是公钥，然后我们把这个公钥的 x 轴坐标打出来，把这个 y 轴坐标打出来。好，然后这下面是2个为了后面演示方便用的，为了之后的课程演示方便用的，我们同时求了一下这个私钥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为了我们导入钱包方面然后我们同时求公钥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地址是多少，运行一下看一下结果。好，我们能看到这个私钥是这么多，对吧？直接打印。然后这个公钥是什么玩意儿？公钥是曲线上的一个点嘛，它的 x 轴坐标是这个，y 轴的坐标是这个然后这个私钥的 WIF 这种格式表达一下，它是什么样的？我们把它抄一下，它对应的地址是这个私钥它对应的地址是什么？EBX9。好，我们导入一下把这个 WIF 私钥复制一下，我们先导到这个钱包里。好，对，因为这个地址是我之前用过的，所以你能看到一些交易记录哈。那我们看一下，你算出来这个地址是吧？我们这样看，你看一下你用程序算出来这个地址和这个钱包给你得到的这个地址是不是一样？EAFX 最后是 EBX9，对吧？EAFX 最后是 EBX9。所以说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是能检验你的这个计算的过程和理解对不对，对吧？也是能保证一个正确性的。好，然后，呃，我们就相当于是我们把这个私钥导到了钱包里，然后为之后的课程来做一些准备的工作这就是演示的全部内容演示呢其实就是为了把刚才这个课程里讲的这些所有的理论吧或者是结论吧，给它用代码的反映出来，其实很简单代码也不长，基本上都是一些基础的方法，其实主要的就是2个，一个是加法对吧？一个是数乘，然后最后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计算好，我们回到这个课件。好，演示结束，然后我们今天的课程也就差不多了。最后来一个总结，这堂课主要讲了什么内容呢？我们开始讲的是比特币的交易，是吧？和交易的脚本。我们讲交易的脚本是什么？叫加密难题和解开这个加密难题。然后我们自己想象的这个 DIY 的这个加密难题呢，它有很多的弊端，对吧？又不能通用啦，又不能跟真实世界的人绑定啦，这样的一些弊端。那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数字签名跟脚本结合起来，对吧？就是我们讲到了双钥系统和数字签名。双钥系统是什么？一对密钥成对出现，是吧？从公钥计算私钥不可能，从私钥计算公钥很简单，对吧？然后什么叫数字签名呢？数字签名有很多好的特性，对吧？又安全啦，又叫什么真实完整不可篡改啦，对吧？有很多的应用，你在每天上网的过程中都有很多数字签名的应用，这都是一些基础的技术上的概念。好，我们第3个大部分详细的讲了椭圆曲线是什么，什么叫有限域，什么叫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
然后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是怎么算的，它的上面的点是怎么算的啊？点的加法和点的数乘，对吧？我们同时讲到了点的数乘运算，它可以用倍乘法来优化。同时，最后我们详细的就是介绍了一下这个 SecP256K1 这条曲线，为什么？因为这条曲线是比特币用的，比特币用的曲线就是这条曲线，所以我们要把它的一些参数啊、特性啊什么的啊单独拿出来讲一下啊。最后我们讲的这个比特币的私钥和公钥的本质，什么叫私钥？私钥就是一个数字，只不过它在某一个范围内，这个范围是什么？是0到 n， 两边都是开区间，大于0，小于 n。这个 n 是什么东西？n 是 SecP256K1 的阶。什么叫阶？阶是这个曲线上点的个数啊。然后什么叫比特币的公钥？比特币公钥的本质是一个点，什么点？是这个曲线椭圆曲线上的一个点。这个点是怎么来的？是拿私钥和生成点做数乘运算得来的。这就是比特币的私钥和公钥。然后我们用代码去实现了这个椭圆曲线上点的加法运算和数乘运算，并且实现了一些简单的基础的方法，比如说判断一个点是不是在曲线上，判断一个点啊，给你一个点怎么求它的叫给你一个 point 怎么求负 point， 对吧？这都是一些基础的运算。然后最后我们演示了一下，然后为了之后的演示方便，我们还算出了那个私钥对应的地址啊什么，然后还给它导入到了钱包里。然后之后的演示我们会基于这样的一个私钥来做其他的复杂的演示。以上是本次线上研讨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进行问答环节。刚刚在评论区和其他渠道收集到了一些问题，然后一共有3个。第一个问题，平时在钱包里能看得见公钥和私钥吗？这个得分你用的是什么钱包，然后一般的比特币钱包都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你用的是桌面钱包或者是做的比较复杂的一些手机端的 app， 他们是支持这个查看某一个地址的公钥和私钥的。然后有一些比较简单，就是极简的这种，它一般就会省去这些公钥和私钥的这个查看的功能。这个得取决于你用的是什么钱包 app， 一般桌面是 OK 的。然后第二个问题，SecP256K1 曲线上点的加法运算符合交换率和结合率，有没有反例？这个就是开始我们讲那个椭圆曲线上点的这个加法和这个数乘运算，它有一些好的性质，对吧？我们讲了这个AG 这个点和 BG 这个点，你把它换一个顺序，就是 BG 加 AG 和这个 AG 加 BG， 它这个得到的结果是一样，是因为它不考虑这个顺序。但其实不是所有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叫二元运算，不是所有的二元运算都是符合这种交换率的，就是它的操作数的顺序是需要考虑的。这个有很简单的一个反例，对吧？比如说除法就不是，对吧？你算5除2和算2除5，它就结果就不一样。这就是一个很简单，你立马可以理解的这个反例啊，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椭圆曲线上点的计算作为这个系列课程的第1节课这个我在这个课程的开头也简单的讲了一下，因为就是这是一个讲比特币签名的这样一个系列课程，然后我的设计呢是说首先讲一些基本的概念，然后主要的目的呢是通过这个自己实现一些这些基础的代码你不是去调用一些现有的这种第三方的库，而是自己去从头，相当于是从比较基础的一些功能上来实现这个比特币签名的这些所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特性。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就得自己去写一些怎么说跟椭圆曲线计算有关的这样一些简单的方法。包括你要自己去实现这个ECDSA 签名，这个我们在后面课程也会说。然后你要实现这些后续的课程的这些功能和特性呢，你就必须要自己去实现这个椭圆曲线上点的加法这些